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吴磊被晒成黑炭不算狠，首映礼观众神补刀，扒光童年才凑齐100%。朋友们，咱聊聊最近网上最火的那个脚趾抠的现场吧，绝对能让你笑出声又倒吸一口凉气。就昨天东极岛首映礼，吴磊，咱都认识吧？阳光帅气大男孩，好家伙，直接在现场被观众贴脸开大了。那场面，我隔着屏幕都替他尴尬的想钻地缝。有个观众朋友特别勇敢，站起来就说啊，吴磊，我们在这电影里啊，看到95%的你了。你说说，这开头听着还行吧？虽然有点怪怪的，结果人家紧接着就补刀。剩下的那5%呢？巧了不是，在他小时候演哪吒那光屁股娃的时候也看过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算是彻彻底底解锁了100%的吴磊啦。嚯！现场瞬间就安静了那么0点几秒，然后哄堂大笑。我当时就想，完了完了，吴磊这脸该往哪搁？摄像大哥呢？快来个特写！这绝对是今晚头条的节奏。据说台下有工作人员当场就憋出内伤了，这事儿为啥这么炸裂呢？跟袁孩的扒拉到那个倒霉催的角色阿当。阿当是谁？一个在电影《东极岛》里打鱼的汉子，渔民。你知道为了演得像一个整天被海水泡、被咸腥海风吹、被太阳死命烤的渔民，吴磊对自己下了多狠的手吗？角色需要吗？导演说了，要糙，要野，要原生态。结果好吗？最后折腾的，在电影里吴磊差不多天天就是一条裤衩走天下，那真是浑身上下能露的地方全露了，不能露的地方也反正差不多只剩条裤衩了。想象一下，帅哥天天就穿个裤衩，还的是真暴晒。天天啊，我的天，晒日光浴都没这么拼吧？据说就是想让皮肤晒成那种渔民的古铜色，带着风霜感。想想就觉得那脱皮都得脱几层，不得又疼又痒。首映礼前，他自己不是还上过一次热搜吗？说因为这场戏，感觉自己屁股都变开朗了。当时网友还在乐呢，觉得这小孩挺逗。谁曾想啊，隔天就在首映礼上直接被观众用100%解锁给公开处刑了。哎呦喂，屁股变开朗成了前奏，100%解锁成了高潮，这届网友真是吴磊的冤种朋友。这可不是穿个裤衩在海边摆个 pose 就完事了。吴磊这孩子对自己是真狠，为这角色玩命程度超出想象。提前3个月。整整3个月啊，朋友们，不是去三亚度假，是扎扎实实住到那破岛上去了，跟渔民同吃同住同晒，天天在太阳底下暴晒。你们知道那有多毒吗？不是抹点防晒霜就能挡住的，那是真晒，真伤皮肤，后脖子都晒起大片大片的疹子，红的，那得多难受，手也不能闲着。为了学渔民之网，那粗粝的麻绳硬生生把手指勒得全是血泡。他还管那个叫阿当该有的茧，听着都疼。更觉得来了，你们猜导演有多魔鬼？一开始吧，可能还让穿着个小背心意思意思，后来觉得不行，不够糙，不够真实。据说在现场，导演就亲自上手了。吴磊，背心不行。脱了，再脱点，最后整的就剩那条标志性的裤衩了。吴磊也真是放得开，豁出去了。为了角色，啥难得包袱都扔海里喂鱼了。想想以前的飞流，再看看现在光膀子晒得黢黑的渔民娃，这转变刺激。电影里的危险动作，你以为靠替身？拉倒吧，这孩子自己考了个专业潜水证，为了拍深海镜头，
无替身，亲自下潜，最深潜到过9米，9米深的海水啊，那压强能压爆耳膜。他在5米深的地方憋气憋到40秒，就为了一个镜头，直接憋到耳朵剧痛，甚至暂时失聪，听着就害怕。这玩命程度，就为了演个渔民，值不值啊？还有更吓人的，电影里有巨浪戏，啥概念？据说是3米高的真实大浪，剧组找了个巨浪滔天的天儿，真把吴磊绑在船的甲板上，真拍，不是为了特效弄点水花糊弄，他被绑在上面拍，就这么在浪里泡了12个小时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拍在身上，呛水，据说呛到后来都控制不住本能的嘶吼，海水灌鼻子灌嗓子眼儿，那滋味想想都觉得肺疼，嗓子疼。拍完1天，人都快废了。你说这是图啥呢？票房、口碑，还是就想证明点啥？这付出换我可不敢干。现场那个100%解锁的梗丢出来，我都快裂开了。没想到啊，吴磊这小伙子反应神快，那真是高情商在线，一点没慌，一点没恼。他听着台下爆笑，自己也乐了，然后拿起话筒就回应：“谢谢您。那看来我的加倍努力，用我的表演让大家看到200%的吴磊。”这话一说，尴尬瞬间化解，整个场子气氛又回来了，甚至还有点励志。这临场应变的脑子，不服不行，太绝了！这不仅仅是一句漂亮话，这等于是在宣告：你们觉得看到100%了？行，这只是个起点，我还能给出更多，200%。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演员宣言。感觉他就是想把那个过去阳光、帅气小生的标签一把撕下来。他曾经在采访里说过，大概意思是害怕的不是降维打击，是观众觉得吴磊只能演一种角色。所以你看，从飞流那个奶裤少年，到星汉里的将军少年郎，再到东极岛这个黑黢黢、伤痕累累、为家国玩命的野人渔民阿当。他就是在拒绝安全区，拒绝那个难得标兵，意思就是什么完美形象，什么不能录不能操，全不管，只求真实，只求角色需要，哪怕操到掉渣也没关系，什么好看不好看，全扔了，就是要一个土到骨子里的渔民样。这种决心，有几个人能做到？这事儿出来，我突然想到个挺尖锐的问题，你说现在内娱这环境，流量明星转型有多难？一个个光鲜亮丽的，粉丝恨不得天天吹嘘我家哥哥好帅，神仙颜值，谁敢真豁出去？拍个戏稍微扮丑点，粉丝先原地爆炸撕番位，番位撕完了撕造型，撕完了撕戏份，都怕自己家哥哥形象受损。吴磊这么干，简直是陈海式成长，把自己往海里扔，让海浪往死里打，打掉一层皮才算成长。他右手的食指因为织网练习过度，听说有点变形了。他后背上那些长期暴晒、被绳索勒没留下的深浅不一的印记，他自己说比奖杯还珍贵，叫岛民印记。他把这些当勋章。这种生理上的烙印，有几个年轻流量顶得住？更别说扎进渔民堆里学方言了，学那种讨海人特有的、带着风浪气息的粗粝说话方式，学渔民走路那种摇晃的身体姿态，据说要感知海浪的节奏。他努力让阿当这个角色像从海水里泡出来，从岛上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那样真实。这哪是在演戏？这快成精了吧？沉浸到这程度，现在真不多见。你说，这种近乎自虐的付出方式，是不是唯一能让观众和业界认可流量明星演技转型的路径？值得吗？会不会有点极端？
东极岛的口碑已经有点炸了，虽然还没正式上，好多人看完首映都在狂吹，说吴磊这次是脱胎换骨，演技简直像换了个人。尤其水里那些搏命戏，据说是他全片的高光，看得人喘不过气。电影本身也在搞事情，说是有华语电影史上耗时最长的连续水戏，还真实造了艘大船，场面据说相当宏大硬核。吴磊这场玩命的拍摄经历，都快成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拼命三郎的典型案例了。他演的这个阿当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上英雄，就是个小渔民，但骨子里有那股子倔劲，遵循着渔民祖祖辈辈见死不救，那不是人的朴素信条。在电影里国恨家仇的背景里，这种普通人的大义显得特别有劲儿，感觉导演就是想借着这个小人物的挣扎和血性，讲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股子劲儿。你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大故事，加上吴磊这样豁出去的演法，能火成啥样？票房会爆吗？